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深夜，中国宣布对美国退休的28名政府高官进行制裁。可能有些朋友觉得，都已经退休了，现在发布制裁有什么用？是不是象征意义多一点？今天的节目，咱们就来聊一聊美国的旋转门，就是美国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是如何无缝切换的。政客在从政之前、从政之后都是做什么的？首先，我们说明一点啊。我们都知道，美国的政治是为资本服务的。当然，咱们说这句话得有证据啊。我先讲一个小故事。2017年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曾经修改了一项法律。这项法律是针对什么呢？就是主动的把艾滋病传染给别人。以前这种行为是重罪，按照加州的法律是3到8年的监禁。但是2017年，加州州长布朗把法律给修改了，改成轻罪，最多监禁6个月。你像这种行为，对咱们正常人来讲呢，就感到不可理解。故意的把艾滋病传染给别人，这和故意杀人有什么区别？以前的法律3到8年其实就已经算轻判了，现在还要进一步的降低刑罚，最高监禁6个月，这好像与道德相悖啊！这种事我们理解不了。但是我再说一个事情，可能大家就知道是为什么了。美国有一个公司叫吉利德科学公司，这个公司的业务呢，就是研制治疗艾滋病的药物。公司的总部在哪儿呢？加利福尼亚。这么一说，大家就明白了，这项法律完全是为了吉利德公司制定的。得艾滋病的人越多，这个公司的利润就会越高。这就好像有个人是开棺材铺的，他就希望死的人越多越好啊，我这棺材的销路能够好一点。但是你只能是想一想，你不能说出去，更不能去找政府，让政府修改法律，你把故意杀人罪名降低一点，人死的多一点，我生意好一点，对吧？你像这种事情啊，我们都不敢想的事，但是在美国呢，他就有人敢想，更有人敢做啊，这就是美国的政治其实是为资本服务的。美国的政客呢，也同样是为资本服务的。其实政客在从政之前，往往他们本身就是资本，或者是资本的代言人。从政几年呢，无非是刷刷经验，然后从政之后，资本会给予他们比较优厚的回报啊。首先说从政之前吧，为什么美国的政客就是资本和资本的代言人呢？因为你没有钱，你想在美国当官，这个难度比较大。当然我们说的是政务官啊，美国的官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，事务官你去考试就行了，但是政务官你是必须要经过选举的，选举没有钱没有资本去捧你，这个难度很高的啊。比较典型的，咱们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美国的财政部长，财政部长这个职位直接和财政打交道的，他掌管着美国的财政政策。有一任财政部长叫保尔森，保尔森之前是干什么的？是美国高盛集团的董事长加首席执行官。美国的高盛集团大家都知道，那就是华尔街的翘楚啊。所以像这样的人当了美国的财政部长，你可以想象他对华尔街是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啊？有些官员呢，在政上，在从政的过程当中给了资本以回报，卸任之后呢，资本肯定也会报答他。咱们还是以财政部长的位置来举例子啊，大概在1995年的财政部长是谁呢？是罗伯特·鲁宾。鲁宾卸任财政部长之后呢，直接就进花旗银行了，基本上没什么任务，但是年薪很高啊，1500万美元的年薪，回报还是很好的。当然还有一些是不为金钱的啊，比如2000年的美国财政部长叫萨默斯。萨默斯在卸任之后呢，就当上了哈佛大学的校长啊。要知道，哈佛大学的校长不是说谁能当就能当的，要是没有财政部长的履历，想当这个校长也是很难的啊。还有一些人在从政刷经验的同时，也不耽误自己发财啊。咱们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这一次参加美国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候选人有一个叫布隆伯格。布隆伯格呢，就是彭博社的创始人呐。他在2001年的时候就竞选纽约的市长啊，一直干了3届，干了12年。他在刚开始干纽约市长的时候啊，彭博社、彭博资讯公司，
比较小，个人的财富呢大概也就是30-40亿美元吧。但是到了2013年、14年卸任之后，个人财富就已经暴涨到350亿美元，个人财富增长了7-8倍吧。可能有些人认为布隆伯格是不是在任的时候贪污了？这个绝对没有啊，人布隆伯格清廉得很，工资呢1年只有1美元，而且上班有的时候是坐地铁。但是在从政的12年，个人的财富增长了7-8倍。你要说它中间没有关联吧，这个我是不相信的啊。这就说明啊，美国的政客是为资本服务的，往往在从政之后啊，退休之后会应聘到一些别的公司去担任高管，争取更多的财富。所以呢，咱们这项制裁呢，基本上就是断了某些政客的后路，最少是断了与中国打交道的后路啊。在台上干着破坏中美关系的事情啊，退休之后还想从中国挣钱，这个不行啊！不仅你不行，你的家属也不行，和你相关联的公司也不行。现在这个社会呢，已经联系非常紧密了。中国肯定离不开世界，但是世界能离开中国吗？美国的一些大公司，我们好好的去梳理一下，真正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，恐怕没有几个啊。那么有人问了，美国有没有高官退休之后在中国发财的？当然也有，而且还不少。咱们举一个例子啊，最典型的就是骆家辉啊。骆家辉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中国人都熟悉啊，他就是一个美国高官，先后担任过华盛顿州的州长、美国的商务部长，后来还担任美国的驻华大使。骆家辉在退休之后呢，到中国参加了很多的活动啊，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江西南昌有一个5星级的酒店，叫威斯汀酒店。这个酒店落成的时候就请了骆家辉。骆家辉在典礼上做了一篇演讲，叫做《人因为梦想而成功》。这个演讲我听过，讲得非常不错。像这种活动呢，从事很多啊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骆家辉参加中国的活动不是做慈善的，是要钱的，而且钱少了你还请不来。所以呢，骆家辉在中国等于是挣了很多钱。但是骆家辉挣钱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他在从政的时候呢，对中美关系还是做出过贡献的。但是有些官员在台上干着损坏中国的事儿，下台之后呢，投身商界还想从中国赚钱，那明显就不可能了。所以这一次制裁呢，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发布的，可以说是精准打击。你说它有什么样的效果吗？咱们还是往后看啊。但是最少有一个警示意义，就是警告今后的美国政府，现在这个年头不是30年河西了，是4年河西4年河东了。啊，你在台上如果说以后还想跟中国发生业务联系的话，那在台上的所言所行啊，就要掂量掂量了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很多朋友觉得制裁的名单为什么没有特朗普？其实呢，我觉得啊，制裁特朗普，第一没有任何意义，第二呢也划不来啊，因为美国的总统啊卸任之后没有到企业去当高管的。本身这个身份在那儿放着，当过皇帝再去当一个2品官，这不是丢份吗？啊，美国的总统卸任之后呢，出本书，去随便做个演讲，这就已经挣不完的钱了。第二呢，就是划不来，代价有点大。美国总统虽然卸任的，但是毕竟还是美国的象征啊。他和高官不一样，高官卸任的就是一个普通人了。毕竟特朗普还有7000多万的铁杆粉丝。这就好像2战的后期，美国把日本炸的基本上都成一块白地了，但是日本的皇宫1颗炮弹都没有落下来啊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最后呢，咱们再说一点中美两国之间的相像之处啊，就是美国官员在政商两界横跳，中国有没有这种现象呢？当然也有啊，比如说有一个工商银行的行长。干了几年之后，可以调到财政部，也可以调到证监会。干几年之后呢，再调到建设银行当行长，这都是有的啊。中石油的高管可以过2年调到国土资源部，也可以过2年调到发改委，然后呢再调到中石化。中国移动的董事长在政府部门转一圈，可以调到中国联通。这种情况呢，大家一听
应该能够总结出来，像在中国这种政商横跳啊，只能发生在国有企业，而且呢还必须是国有企业的体制内啊，就是本身你就是公务员，这种情况是允许的。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这样会不会对国企有好处？那当然，但同时我们要知道，对国企有好处，难道是一个什么坏事吗？中国的国有企业啊，不仅是一个企业，有些时候啊，它要担负很多政府的功能的。正是由于中国有着国有企业，所以呢，在不管是任何一个边远的地方，只要有几十户人家，国家总是要给他通水、通电、通信号、通公路，这些没有国有企业是不可想象的。而且呢，前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新闻啊，就是国有企业划转社保基金1.68万亿已经完成了，今后肯定还要继续划着。所以说，中国的国有企业无论怎样的发展壮大，最终呢都是造福于全国人民的。这和西方社会由于政商横跳造成私人资本发展壮大有着本质的不同。今天的内容呢，咱们暂时就说这么多吧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节目再见。